国师大人，这星象大异，微臣等算到天边破晓，也未曾得出个定论。事关大赵国运，还请国师大人明示。不必算了。父皇，求您了，父皇，求留令仪一命。令仪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孩啊！三殿下，国师起卦从未有过差池。陛下，此女婴降生，国师断言，这孩子会撒失现在的皇帝，此乃大凶之兆。为了陛下安危，为了大渺江山社稷，此女绝不可留。恳请陛下早作决断。父皇，这双眼睛里没有权势的渴求，也没有对命运的挣扎，只有纯粹的平静。带回去吧，这孩子还没见过母亲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父皇，那之后呢？之后，你要学着做一个好父亲。陛下，就如此吗？这可是悬在您头顶的利刃啊！国师，可能算出朕的寿数？天命难测，凡人寿数自有定数。既然如此，把这个孩子当个普通孩子养就是了。姑姑，大家都说我会杀人，是真的吗？小郡主可不敢这么讲，那是国师大人的预言。国师活了近300年，半步登仙，起过的卦从未算错过。我觉得这简直扯淡。我是皇祖父最小的孙女，皇祖父对我那么好，还亲自给我取名，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杀皇祖父，一定是国师算错了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这话若是传出去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令仪，多吃点，咱们过几日要去潭州了。潭州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要去那里？潭州是爹爹的封地，我们以后就住在那里。到时候，爹爹带你和你娘西去蜀地，东下江南，游山玩水，自由一生，再也不会被一句话困在这四方天里。娘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？月底就走，等我们到了，正好可以吃岭南送来的荔枝呢。儿子携妻女来拜别父亲。令仪，过来。都收拾妥当了。是，今日特来拜别父亲，恐再难相见，不能尽孝亏父亲养育之恩。我不怪你，你长成如今这个有担当的样子，我和你母亲都会很高兴。祖父，吃。令仪是个好孩子，不该被一句话困住一生。只可惜我没能给你一块更好的封地，潭州就很好了。祖父，您不害怕那个预言吗？令仪，不可胡言！哎呦，小郡主，这话可说不得。没有人不怕死，我也一样。令仪，你相信那句预言吗？祖父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我绝不会那样做的。可大家都说国父从无算错，那你要好好长大，我们一起看看到底会怎样。我再也不用看着方天了。
京城又来信了，看看你皇祖父这次送了什么稀罕玩意儿。不要去！这场疫病是从两州交界处起的，是二伯为了贪墨，驱赶放任流民才酿成的大祸。此事已经上报天庭，皇祖父会有定夺的，你不要去好不好？令仪，我会如实报上去，但官家的处理需要10日，边境的百姓们等不了了。娘是太医世家出身，怎能见死不救？爹爹当年不愿辜负你皇祖父，又想保你一生安稳，可如今，爹爹也看不下去百姓煎熬了。来人，看好郡主，绝不允许郡主出城半步。郡主，王爷和王妃是为了黎民百姓啊！郡主节哀。因为疫病，我连父母的全尸都见不到了。爹爹带你和你娘西去蜀地，正好可以吃岭南送来的荔枝呢。是不是因为那句预言？是不是如果没有我，爹娘就不会死在这里？是我害了爹娘。郡主，郡主！好孩子，苦了你了。祖父，我没有爹娘了。传朕旨意，特封端王之女顾令仪为柔家公主，承袭端王封地，向亲王俸禄。另外，将二皇子名下的2块附属封地划归柔家公主名下。陛下不可啊！此女乃是命定的弑君者，怎能享此殊荣？且割夺皇子封地，给予公主，有违祖制。恳请陛下三思。恳请陛下三思。恳请陛下三思。朕意已决，谁若再敢多言一句，便去太庙给端王陪葬。皇上来了，快帮我瞧瞧，可有新生的白发？皇姐，没白发，你还是当年的模样。这就是那个被预言会杀死你的小孙女。是，皇姐，我要把令仪放在你这儿养。我身上背负着弑君的预言，不宜久居宫内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要是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会亲自来吗？这孩子会由国师亲自教授，但毕竟是女儿，不便住在天玄阁。你故意的。只是想为这孩子谋个好前景。皇姐若是不愿，我亦有别的办法，不必为难。没什么的，就让他来这里授课，我会安排地方给他。姑祖母说我大病初愈，不宜劳神学习，硬是让国师等了数10天。他对半步登仙的国师如此态度，国师竟也未言一句。官家让你自己选。经史策论、星象八卦乃至治国之道，只要你想学都可以教。我想学测算命途之术。不可，这个不是谁都能学的。那便都好，只要您能教的，我都可以学。今日我们从治国理政讲起。国师也不藏私，该不该我学的都教了。他这300年不是白活的，是个绝佳的老师。每次国师来讲课，姑祖母还要离此处很远，绝不露面。国师，姑祖母这几日身体不适，要不我们将授课的地方换一换，免得打扰她休息。无妨，他既许我来，便有成算，不必多虑。您知道姑祖母要做什么？我一直都不太懂的。外祖家的表哥表姐常来帖子请我出门游玩，我都以国师血液繁重为由推脱了。我只想躲在这里。
今日是乞巧节，你堂哥堂姐们都去外边玩了，怎么你没去？国师布置的课业高深，孙女愚钝，恐误了国师的时间，便想着多花些心思研究。国师可说你聪慧无双，比他见过的许多人都强。往大了说，你这可就算是欺君了。令仪，你不能在阁楼里躲一辈子。你父母的死，并不怪。父亲是为天下百姓，母亲是为医者之道，不是因为我都明白。我只是想活得轻松一点，我不想再感受到那种痛苦了。当时你出生不足5个时辰，国师预言我会死在你手上，满朝文武都要我防着你，把你送去偏远之地严加看管，或是先下手为强，但我什么都没做。令仪，你觉得我为什么这样？我曾经也想过，觉得您或许是有其他谋算，知命而不避，我一直都很敬佩您。我并无谋算，只是觉得怎么做都不对。如果杀了你，我的儿子会憎恨我；如果将你监禁，你更会因苛待而想尽办法杀我。我想，那不如什么都不做，就让你好好的长大。我会待你和其他的孩子一样，让你不会生出那个念头。可若是最后，我还是成为了弑君之人呢？那就是造化弄人，与你我无关。预言是果而非因，为这句预言去改变人生，是本末倒置。与其惧怕，不如利用。利用命运。人是躲不过命的，不管藏在哪里，总会被找到。既然我会死在你手上，那么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就可以活得更大胆一些。皇祖父在我心中无疑是最慈爱宽厚的，让我几乎忘记了他曾在前朝杀伐迭绝的一面。我忽然明白，最难的从来不是怎样避开弑君的结局，而是坦然接受。我是执刀之人，尚且畏惧命运，他注定要躺在砧板上，心境却如此超然，不是因为能躲开命运，而是足够强大。令仪明白了，深谢皇祖父教诲。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种笑，他是在高兴，我一定会长成一柄举世无双的宝剑。7年教诲，令仪铭记于心。该教的都已教完，剩下的便是你自己的造化。7年间，前朝风云变幻，皇长子被立为太子，而我依然留在长公主府中，无人敢提及我的婚事。他们惧怕我背负的预言，反倒成全了我的自在。这把剑已经铸成，何时出鞘，看你自己。令仪，你这推拿的手法倒是越来越像你外母了。姑祖母觉得好受些就行。您年轻时驰骋疆场留下的旧疾，可得好好养着。老了就是老了，若不是你天天给我揉捏，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了。奴才参见柔家公主。前日我进宫请安，陛下身体康健。陈总管来的这样急，可是有什么大事？公主放心，陛下龙体无恙，只是请您进宫说说话。走吧。陈总管的神情骗不了人，宫里一定出事了。皇祖父突然急召，绝不简单。公主，陛下在里面等您。陛下，臣已带人去问鼎，可那白狄使臣信誓旦旦，非说送来的马匹都是上乘良驹。那白狄新主还放言，说原是为两国邦交才送马，如今却遭此等质疑，莫不是我大烧有心开战？荒唐！明明是他们送来病马，倒打一耙。马送来确有10日，虽断定是来之前就染病，但苦无铁证。哼，
这烫手山芋如今算是砸在手里了，周边藩国可都睁大眼睛看着。我朝若拿不出个态度，威严何存？陛下，这位白狄新主，臣也有所耳闻。此人逞勇好斗，靠着母族势力，连杀4位兄长才夺得王位。如今他刚登基，正是需要立威之时。他想开战立威，又苦无正当理由，还行此下作之计。若无人发现，我朝损失惨重；若被识破，他便可顺势倒打一耙，挑起战斗。令仪，那你有什么见解？若求和是好，必损国威失民心；若强硬开战，又正中白狄新主下怀。此事棘手，自然要仰赖各位大相公。公主谬赞，微臣本分。这不是皇祖父思考时的习惯动作，这是一种明示，只有我看得懂的形式。按昨天跟朕说的那些，跟诸位大相公说说。诸位大人，若觉得我接下来所言太过荒唐，就请当是我胡言乱语，不必放在心上。白狄新主行此计，无非是笃定我们大昭忌惮战事，觉得能借机捏住我们的软肋。可是他忘了，这100年来两国的互市本就是互惠互利，可不是我们大昭非得靠着他们白狄。那柔家公主的意思是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哦，老臣愿闻其详。眼下正值春茶采摘，马上就要到我们给白狄交付茶叶的时候。第一步，先收了他们该结的茶叶钱；第二步，再以今年气候不佳，茶叶欠收，且因马匹病死导致运力不足为由，将药材、茶叶、青盐分批交。首批只给原定货量的1/5，这3样东西长期匮乏，人畜必发病患。我们要让他自食其果，等他肯低头认错了，再交付后续货物。荒谬！此等出尔反尔之行径，与土匪山贼何系？我大少乃礼仪之邦，天朝上国，怎能行此等卑劣手段？宋大人是啊，公主此计太过激进。倘若把那白狄新主逼急了，他们集结大军，拼个鱼死网破怎么办？这位新主是踩着4位兄长的尸骨杀上王位的，白狄内耗严重，必然伤了元气。他想在此时开战，白狄的其他部族也不会由着他拿全族的性命乱来。交完这可怜的第一批货，新主为了安抚民心，必然要偏袒扶他上位的母族，分配不均，白狄内部必生内讧。这时，我们再派人暗中拉拢那些手握重兵却分不到物资的白狄权贵，放出风去，谁能交出合格的马匹牛羊，谁就能以8折的价格从大昭买到额外的救命药、茶、盐。此举实在有违礼法，拉拢别国权贵部族为己用，引发他国内乱。此等阴诡狡诈之术，你一介公主也说得出口？白狄新主若是个讲究礼义廉耻的人君，断不会行此送兵马挑衅之事。他不识抬举，不辨时局，我们大昭便来教教他。这是为白狄今后千秋安定，更是为两国边境声明而计。以直报怨，有何不可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。这计策虽不够光明磊落，但换来的好处却是实打实的边关不起烽烟，大昭威严不损，勉强算得两全之策。难不成在宋大人看来，天下苍生、民生国景，加起来还不如你口中那虚无缥缈的礼法重要吗？你一派胡言，老臣要死记。季青，你觉得柔家这计策如何呀？公主殿下得国师亲自教导7年，当真是尽得真传，此计甚妙。宋卿既如此不满，那便先回去消消气吧。朕与各位爱卿再行商讨。陛下，公主殿下，陛下交代了，说您等会儿肯定有话要跟他说，吩咐老奴带您去未央宫的偏殿休息等候。有劳公公。其实刚才在殿上面对文武百官，我的后背早就被冷汗湿透了。这是父亲小时候住过的地方。我5岁那年进宫请安，他曾翻出这箱玩具给我。如今已过15、16年，历历在目，却已是物是人非。
请陛下恕罪。哦，你何错之有啊？昨日与姑祖母喝茶闲谈，聊到白狄送病马一事，姑祖母有心考料我，我便放肆言论了一番。今日在殿上，我绝非有心妄议朝政，干预前朝。朕若真想治你的罪，何至于在朝会上点你的名，叫你站上含华殿？陛下宽宏不追究，但并非代表令仪没有越矩之错。起来吧，方才与他们商讨了许久后续的细则，说得朕口干舌燥，头疼欲裂。朕观你今日在朝堂上的表现，那份气度、心态，还有想法条理，样样都不错。令仪年少失去父母，幸得皇祖父垂怜，姑祖母抚育，又蒙国师不吝教导，才有了今日。我本就没什么大志向，只要能常伴您二老左右，让您享一享天伦之乐，便不算辜负养育之恩了。柔家为泽，令仪令色，这是《诗经》里的话，也是朕对你的期望。你做得很不错。天子若是明命副使，你也当得。当年国师为你授课，朕让你自己选学什么，你什么都没选，由着国师教了你整整7年的治国理政之道。如今你已学成，朕觉得大堪任用，想让你即日起参朝议政。恕令仪不能从命。你有这等治国之才，难道甘愿一辈子屈居在深宫后院？为国效力，无分前后。陛下稍坐，我去关窗。你一再推辞，还是在顾忌着那个预言？那个国师说你将会弑君的预言。儿子携妻女来拜别父亲。是，也不是。今日在寒明殿，你也见识了几位大人的反应，足见前朝对我参政的抗拒。倘若没有那个弑君的预言，我自然毫无负担地站到前朝去，我也绝不惧怕什么流言蜚语。但我不想让您难办。我知道您不怕，但父亲当年宁可远方封地，就是不想让您陷入亲情与皇权的为难。我明白父亲的心意，所以我亦如此。其实有个折中的法子，以后我就在姑祖母的府邸里写奏表，让人偷偷给您送到寒章殿去。如此一来，我既能实现治国抱负，前朝那帮酸腐文贞也能落个清净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不用起得比鸡还早去上朝，岂不是三全其美？你呀你，说了半天，你就是不愿早起。太医可嘱咐过了，说您最近牙口不好，只能吃这半块。胡说八道！谁告诉你的？朕明日非要罚那个庸医的俸禄不可！就知道你赶不及回来吃晚膳，特意让厨房给你留的。姑祖母，您不知道，今天在寒章殿可把我吓得够呛。吓什么？你在御花园里跟我说的那些对付白狄的话，就是我转头告诉皇上的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是公主府里出内贼了。官家明年可就古稀之年了，他老人家去年才不情不愿地立了你大伯为太子，你道这是为何？皇位交接，宿命难逃。皇祖父的这盘棋，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庞大。老顾家如今青黄不接，他心里怎么会满意？哼，老大急功近利，老二口蜜腹奸，老四虽也没能耐，但人家也没野心，早早去江南那一块好讽地享福了。至于你的堂哥们，被父辈惯得经不起风雨，不堪大用。人到70古来稀，何况帝王劳事多，他虽无大病，身体也会日日衰老，难道不急吗？我年轻时的事，至今在他心里也是根刺，因此格外惜才。你得国师真传，经史策论，行军打仗，样样都学得出彩。将来你辅佐君王也好，统领朝臣也罢，他100年之后也闭得上眼。没事，我才20岁，将来有的是时间。过得真快呀，你都20岁了。
下个月你生辰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去潭州一趟，祭拜父母。等他们二老100年之后，我肯定要回封地终老的，去把端王府修缮一番，小住几日。朝中之人自然会明白我的意思。再者，我的提议施行之后，建议亭又要吵翻天，此时离京也正好避一避。那你可有看上谁家儿郎吗？我跟几个郎君有来往，您不是都知道吗？我知道呀，怕的就是你看上了又不敢跟我说。咱们权势才貌样样不缺，哪怕看上了绑过来，他都算赚的。当真没有看上的，那些世家公子避我如蛇蝎，我可看不上这样的软蛋。要是有，可千万不好意思啊。年少心动，哪怕最后恨这个人，心里也始终有一道疤。人活一世，能少些遗憾总是好的。他为什么看不得自己的白发？为什么愿意让国师来府上教导我7年，却又不肯与他相见？你也有那道疤吗？你有遗憾吗？只要您肯跟我说，我一定……我这辈子做公主，享过富贵，打过仗，也算快活过了。如今你长这么大了，主意也都很正，我什么时候合眼都不遗憾了。可是，人活一辈子，哪有不遗憾的？既然足够顺遂安乐，何必执着于没得到的？我叫你不要遗憾，是你还年轻，抱憾越早，苦痛的日子便越长。姑祖母，您的疤是为国师而流吗？隔着回忆的雾，一切仍是我童年时的模样。殿下，前些日子事忙，没抽出空来见您。本也不是重要事，你以公事为重是应该的。大人，昨夜大雨，江水暴涨，杨蜀江堤垮，已有村镇遭洪水冲毁。怎会如此？别跑！别跑！拿纸笔来！等我写完，你拿着我的手信，挂百里加急报上京去。州府里的事我不熟，刺史留在此地坐镇。我留在这儿，殿下您呢？你即刻派人去采买粮面和药材，1个时辰内送到府衙。拨给我1半精锐，我即刻动身去灾区。倘若有想发民难财的，尽管拿官威去压，不服的就扔牢里待几天，上头怪罪下来我担着。不知大人您怎么称呼？我姓林，潭州府驻刺史让我送来些粮食药材，还有装沙子的麻袋。我不曾听说过潭州府有姓林的女官啊。
我是京师来的，碰巧赶上了。人都走得差不多嘞，还得再堆些沙袋，能救一家是一家。大人，快走吧！李正，这灾情是怎么发作的？昨个瞧着要下大雨，交代人多堆些沙袋，趁着天还没黑，我还亲自去检查了一遍，都堆结实了。哪成想夜里发作起来，竟然把那堤子冲垮了。县里几个月就派人来看看，谁成想竟这么不顶事儿。林大人，上头不会要治我们的罪吧？不会，官家是最赏罚分明之人，定会明察秋毫的。带来的粮食只能解一时之困，哪怕接下来的米粥堆得再细，也只能再撑2天。外头大雨堵路，支援不知何时能到。我来送热水。这是什么？采买的药里根本没有这一方。酸枣仁汤，养血安神，清热除烦。纪云镇临江，3年5载地，总有发大水的时候。这一次虽然村里受灾严重，但等水退了，有的是事情要忙活。现在正好养精蓄锐。你倒是看得通透。大人，您一得到消息，便带着良药策马连夜赶来救援。能遇上您这样负责任的官员，已然是我们的幸运。他瞧着同我一般大，倒是察言观色的一把好手，想必是看我对着账簿发愁，特意说这些话来宽慰我。酸甜微苦，倒是把这股无力感压下去了。多谢你送来的汤。大人言重了。他的骨相很好，国师不肯教我风水堪无之术，但闲聊时也讲过看相。这少年的眉弓、眼眶、鼻梁、下颚，所见之处都堪称标致。大人，来了个官，非要见您。什么官？洪州的知府大人。微臣洪州知府韩胜，见过柔家公主。公主，大人竟是公主！你认得本宫？微臣在京任职时，有幸见过公主而已。听闻此地灾情甚重，刺史知晓公主尚在潭州，地会如先端王一样亲赴灾区，因此特派下属筹集物资前来驰援。看似恭敬谦卑，实则言行毫无惧色，还特意2度提及楚王。楚王那边果然是真急了。驰援？现今风雨当头，2州共饮一江水，洪州竟能独善其身，还分出手来支援。公主言重了，您与楚王是血亲，2州百姓也亲如一家，兄弟有难，自然要尽力相帮。放肆！韩知府，意欲何为？水火无情，还请公主随我离开此地，免生意外。本宫问你，你倒是命令上本宫了。下官不过一小小地方知府，怎敢命令公主？不过是担心您的安危，提供一个2全之方罢了。何处2全？我不可能跟你们走，你待如何？公主何必意气用事？您带来的粮食，应该撑不过3天了吧？没粮食了，那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在这山头上？朝廷的也好，别处调来的也罢，没有1粒米能来到您面前，除了跟我走之外，别无选择。您，放开大人，快放开！本宫忍你这么多句，
已是足够宽厚仁善了。现在，要么老实把粮交给我，要么我把你的人头扔到洪州府。我这样小的官职，怎么能做得了这么大的局面？怎么有胆量威胁天家？我若死了，这些人也不会听您调遣，何必做此无用功？那只能抢了。您拿什么抢？我身后士卒兵甲俱齐，您带来那几十人缺食少药多日，您觉得有几分胜算？我在此地多日，熟知地形，带来的精锐也习惯环境，作战更快一分。现在，韩知府觉得还有几分胜算。你早就排兵布阵，设了埋伏。你以为我跟国师学的都是什么？世上可没有如此多的礼法，能学7年之久。公主饶命！来人，把他压下去。公主殿下，草民有眼不识泰山，之前多有得罪。李正伯伯，您自然些，我又不是什么会吃人的怪物。是，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今夜韩胜被擒，这只替罪羊背后主使的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。什么都不肯说，这韩胜嘴倒是硬，但是就算他不说，我难道会猜不到谁在背后指使了吗？7年前，楚王为一己私利驱赶染疫流民，致使我父母一去不回。如今他贪墨修堤款，置生民于不顾，竟还敢派兵灭口。你到底带了多少酸枣仁？居然还没喝完。你要是不想继续喝了，便早些休息，也用不着这汤来安神。你，大人，有一人骑马而来，自称是洪州府的官员，未得公主首肯，不愿进营地。带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人，兄弟们探查过了，没有任何人跟着。传令下去，重新布防，结阵以待。把这个送去给李正，若有意外，让他按信上说的办。大人万事小心。洪州刺史周兆群见过柔家公主。真有意思，你们洪州府来的个个都见过本宫，我可从未见过你们。起身吧。谢公主。韩知府带了一队精兵强将，都让我给尽数扣下。周刺史倒是胆量过人，还敢独闯此处。周某来投诚，自然要显示诚意。这是楚王传给韩胜的密信。这字迹确实是楚王无疑。楚王好狠的手段！纵然你今日有投诚坦白之功，但你既是楚王的人，手上也不干净。我不会因此对你网开一面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楚王？我少时在家乡算是有名的神童，26岁那年，我考上进士，然后就被派到翰林院打了2年杂工。终于熬到外放官职，虽然只是个小小县城，但我觉得满腔抱负终能实现，总好过在院墙里一日日处理文书。短短7年能做到一州刺史，也算是不负寒窗。只可惜路走歪了。那公主可知为何我能做到这个位置？因为我是顺和29年洪州通阳县的县丞。顺和29年，通阳县，那是当年最先起义的地方，也是我父母染疫而亡的地方。当年我才上任3月余，便发生此等大事，去信州府请援。我想楚王当时就在封地，岂会坐视不理？好不容易等到他派来的人，却是把染疫之人都劝出洪州地带。你说什么？后果如何，公主比我更清楚。当时闹出这么大的事，还死了皇子，我良心难安，夜不能寐。这时候楚王来了，一个没背景的小官阴差阳错背了这么大口锅。为了活命，也只能任楚王驱驰。我父母竟是被楚王活活害死的。当年我去过邺区，将实情如实相告。端王说他知晓，定会尽快处理。周大人，你刚才说
我父母当年染疫，楚王派人做了什么？端王与王妃确是染疫而亡，但当时楚王派了人来，我被逼无奈，拖延了些时日，却不想造化弄人，终究是没能救下他们。只有你这一句话还不够定他的罪。臣明白。这是我在任7年间，楚王命我做过的事，他极为谨慎，这是我能留下的所有铁证。明面上是贪财，实则竟是在借此悍咬私兵。二伯，你的胆子可真大！来人，带周大人下去，单独支个帐篷看管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公主彻夜未眠，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。你看他们，天在南侧，人祸难防，水淹过了房子就换个地方。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要过日子，要站起来活着。大淼的百姓比我想象的还要坚韧。百姓坚韧，是因为知道有人在为他们撑起这片天。这片天，我必须帮他们撑得更稳。末将参见公主。陛下命末将带来一对精锐，供公主调遣，另有一封密函，命末将亲手交与公主。法理之内，皆可作为。皇上这是给了您一把无坚不摧的天子剑。传令下去，派亲兵分3路星夜出发，拿我的龙虎令调虎啸军，立刻控制楚王的司矿和驻军。在楚王的反应传回京廷之前，我要拿到他所有的命脉。当年之事，我受楚王胁迫，愧对端王，虽不能弥补公主，但我为做过的事付出了代价。这几日为您出了一份力，算是因果有报。入了大理寺，臣绝不会活着出来指认楚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看在我当年为端王拖延时间的份上，还请公主庇佑我妻儿。怎么了？这大半夜的，像只受委屈的小猫。顾祖母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可能会伤到皇祖父，但我不得不去做。你怕连累我？您养育我一场，无论我此去结果如何，都希望您能保全自己，与我划清界限。傻孩子，你想做什么便去做，皇上他其实早就给你答案了。皇祖父给了我答案，是龙虎令吗？这一趟累坏了吧？去洗个澡，睡一觉，养精蓄锐，才能做好你要做的事。这才是皇祖父给我的答案。公主，该起身更衣了。今日是早朝的日子。把朝服撤下。公主，您不上朝会了吗？不，我要去。走吧，去韩章殿。不必跪我，出城朝纲当跪皇上。顾祖母保重。去吧，这朝堂上太平的太久了，该起一阵风澜，好好清刷一番了。
只要越过这道门槛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。臣有本要奏。臣柔嘉公主参楚王贪墨修缮之资，致使江堤溃竭，水漫村镇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圣裁。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公主何故身穿官服上殿？此举简直滑天下之大纲！肃静！周家德才兼备，是朕特赐官袍。许他今后上殿议政，尔等有何异议？自古以来，没有公主上殿议政的道理。礼法为立国之本，听奏之前，不如先正礼法，以肃朝纲。宋大人，我所奏之事，关乎吏治清明、国库储存、天下数十万百姓的民生死活。宋大人依然觉得，我只是穿着一件官服站在这里，就比那些在洪水中挣扎的灾民更要紧？还是说，在你眼里，人命根本比不上你那迂腐的礼法？柔嘉公主既然如此自信，何不拿出证据，让我等心服口服？周公公，劳烦。按照历年河制，今岁雨势虽大，绝不足以毁堤。派人实地勘察，发现由楚王修缮的潭州一侧江堤断口齐成，所用木石便是劣等废料。如下，我怜你年幼，主动承担治水之责，出钱出力。如今不过是底下人一时疏忽，你竟接住不放，在大殿上咄咄逼人，你置天家亲情于何地？天家亲情，楚王殿下，你真以为我今日站在这里只是为了参你贪墨？两害相较取其轻，我今日之所为，不过是一时口舌非必，而这位楚王殿下暗开私矿，豢养死士，他不仅贪墨，更是意图谋逆。令尹，你二伯不过一时糊涂，还不知谋逆，你切莫因为一时义气，伤了天家和气。一时糊涂，这文书您可曾细探？溃堤并非一年之功，是数十年的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才使半座长堤尽溃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这也叫一时糊涂？柔嘉，继续说。是，陛下。我命人暗中调查，在洪州府查出了一本密账，与每年朝廷审查上报的数目大相并进。其上不仅记录了贪墨的修堤款，还有借朝廷之名加征的粮税，以及来往客商行方便的巨额贿赂。最令人惊叹的是账本最后还有顾令尹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这是构陷！还有一笔铁矿的账目，以及买马撞铁的详细明机。你私屯兵马，我也探明了驻地，详情正放在陛下案前。你做过的所有事，洪州刺史已尽数交代，无可抵赖。启奏陛下，昨夜公主亲自押送洪州刺史至大理寺，其对所为之事供认不讳。下官连夜派人核查，证据确凿。你如何证明这些都是真的？这都是你串通好的。是你该证明自己没做。铁矿、兵马，你能一夕之间让他们全都消失吗？这些证据皆是陛下所派虎啸军亲自查证，你质疑我，也要质疑虎啸军对陛下的绝对忠诚吗？老二，你可要辩驳！父皇，
令仪他所说并非事实，儿臣亦有苦衷啊！三弟的死，我有责任，他必是怀恨在心，借此加倍报复于我。父皇，他少失故里，您怜他孤苦，可我也是您的亲儿子呀！我跟三弟是一母同胞的手足啊！您不能偏信他一面之词。这里最没有资格提我父亲的就是你。7年前，你命通阳县差将染疫的民众强行驱赶至潭州，引发潭州大疫。现在你又让洪州刺史以粮草威胁我就范，若我不从，便将我们全数灭口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你为什么会有？这不可能！若非你和我父亲一母同胞，方才我便将他一同呈上了。你一再挑衅，还敢厚颜无耻的借此动之以情，向图脱罪，我又何必顾念这早已烂透的亲情？自今日起，楚王篡夺一切差事，禁闭王府，无诏不得踏出半步。此事由柔嘉公主全权调查，纪圣与大理寺卿辅佐。朕特许柔嘉持龙虎令，可调配3省6司，如见天子。儿臣领命。不可，陛下！公主虽有情由，但一则她身为女子，竟然穿绯红官服，带诸官站上含章殿，实为不合礼法；二则殿上以幼告长，又被人伦纲宠。不追究他的罪责，已是皇恩浩瀚，怎可再让他掌权理事？大庙江山，岂能交由女子干涉？陛下三思啊！宋大人，因我不是男子，所以哪怕我拿出如山的铁证，也要被你们质疑用心。因我出生就背着弑君的预言，所以我就比这贪赃枉法、意图谋逆、视百姓人命如草芥的皇子更危险吗？诸位大人，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吧，看我这个所谓预言中的弑君者，和这个毁堤淹田、私造兵器的皇子，究竟谁更有伤大庙社稷？他不只对楚王失望，更是对刚才挺身包庇的太子失望。柔嘉，怎么突然改主意，愿意上朝议政了？因为我亲眼看见了潭州灾民的惨状，也看清了朝堂上的淫魂狗灶。我突然明白了您的用意。如果我不说，那么有些事就永远不会有人说。大赵不能在沉默里消亡。我顾令仪愿做天下苍生的喉舌。这满朝文武的恭维客套，夹在丝竹声里变成软针，真是让人心生烦言。公主在看什么？闲来无事，看看星象罢了。早闻公主师从国师，得其真传，不知今夜这星象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你若是想求个好识途，来与我搭讪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看看里面，这满朝文武全都像防贼一样防着我，在他们嘴里，我是克死父母亲族的灾星，是干扰朝政的祸水。你这新科榜言，现在与我说这么多话，明日早朝定会有言官参奏你一本。
到时候只怕你这大好前程还没开始就要断送了。不知公主如今入睡还困难否？可还需要饮用酸枣仁汤？是你，气云镇的那个。微臣谢家颂，见过公主。公主，您方才所说的利害关系，我全都明白。正因如此，我今日才会站在这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您为江第一世站上前朝时，句句铿锵，掷地有声。可前朝对您的质疑从未停止，那些罔据礼法、有悖纲常的恶毒话语，您本不该独自承受。公主，您为了天下百姓说话，也该有人站出来为您说话。我拼尽全力考取功名，努力走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能帮到您。垫脚石也好，刀刃也罢，只要能为公主所用，能帮到您，谢某九死不悔。多谢。公主不必在意我，日后在这前朝，您一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谢家散仅用了4个月，就从外地调任回京，是本届进士中头一个被调回来的。他行事利落，圆滑而有原则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丽人。公主殿下，白狄使团今明2日便到，这接待的规制，下官拿捏不准，特来请示。按藩国之礼最高等，但仪仗减2分。这白狄新王刚立，正是心高气昂之时，只怕会觉得我朝轻慢。张大人，白狄去年春曾在边境挑衅，若按全规制接待，岂不显得大赵软弱可欺？减2分仪仗，既彰显大国丰满，又暗含敲打之意。公主此举恰到好处。下官受教，这就去办。借调来的人谁家都有，等皇祖父这寿诞办完，各回各罪，百官就都知道你是柔家公主的走狗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所有鸟都认为自己其余无同，但鸟与树究竟为何，世人自有眼睛分辨。能做公主的刀刃，是微臣之幸。马屁拍得很好，本宫爱听。去准备吧，白狄使团快到了。白狄人自比为狼，这位王子倒是只狐狸。白狄使臣梅里布参见大赵柔家公主。殿下一路车马劳顿，本宫已在行宫备下酒水接风洗尘，请。柔家公主年纪轻轻便能主理邦昭大典，真是年轻有为。不知公主这般貌美聪慧，可有婚配？本宫公事繁忙，无心情长。大赵皇帝最宠爱的孙女，眼界自然很高，只是不知什么样的英雄，才配得上公主这只金凤凰。殿下说笑了，晚宴将开，请入席吧。良辰美景，盛宴难再，能代表白狄来贺孝皇帝之福寿，某荣幸备之。接待使团安排食宿，皆由柔家公主操办。她尚且年轻，第一次接手邦交事宜，如有不周，请诸位海涵。酒食体现了中原之味，又易于接受，足见公主心思缜密。
此番前来贺寿，大王交代了我一件要紧之事。白狄新王出掌大权，治下不严，令两国之间有些摩擦，大王深感亏欠，为两国互谋之盟百年有序。白狄愿求娶一位大赵公主为王后，结秦晋之好。现今朝中势力的公主，只有柔夏公主一人啊！这是冲着公主来的。白狄王既觉愧疚，欲结两性之好，那不如请白狄入赘一位王子。皇子，两国姻亲哪有入赘的？何况我们的王后乃是一国之母，若是入赘，我白狄王子岂非只是一个小驸马？如此不妥。驸马虽然不比王后，但我大苗地处中原，物质丰饶，入赘大苗，不必再受风沙苦寒，岂非更为美事？公主远嫁是为背井离乡，辛酸苦楚又如何衡量？既然你白狄深感亏欠，想要弥补，那不如入赘，这才叫两全其美。哪里两全？你简直胡说八道！殿下，您看到了，婚嫁之事就是如此纠缠不清，以姻亲为凭，只怕后患无穷，利益和好处才是永恒的。订立更为详细的盟约和条例，比所谓的联姻可靠100倍。大王有令，为臣者不敢不从。无论如何，此番必要带回一位公主为王后，求不得大少公主，其他有国也未尝不可。朕不胜酒力，诸卿尽兴。恭送陛下。哼，白狄人自比为狼，这位王子倒是只狐狸。公主打算如何应对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总会有破局之法的。逆来顺受这种事，从来不是本宫的作风。微臣愿为公主效死。听闻公主师从大庙的仙人国师，我甚为好奇，公主可否赏脸与在下守山一局，指教一二？孤男寡女，不合礼数。那就请这位大人随行，如何？就在那下。月朗风清，最好不过。谢大人，你和宫女就在此处候着。微臣遵命，公主若有吩咐，随时唤微臣。听闻白狄人善骑射狩猎，没想到也有您这样善于弄权的谋士，真是意外。公主可知白狄王的原话？他要我在寿宴上向大苗皇帝指名道姓求娶你，到时场面盛大，上百国家的使臣皆在，您能周旋推抚，但悠悠众口如何能平？这阳谋，公主如何破？何必要破？本宫自然会在别的地方找回妻子。殿下可别忘了白狄送兵马的前车之鉴。我这位兄长杀上王位，去年春自作主张得罪了大赵，是拿准了手里的大人会咽下这口气，但他算错了，自食恶果，也令本就与他离心的部族更加不满。此计兵不血刃，与先前大淼处理外事的风格大相径庭。我一直在想是何人献策，直到不久之后，大淼出现了一位穿官服上殿声震朝野的公主。我幼时体弱，骑射武艺稀松平常，不如兄弟们那般得父王的喜欢。我母亲在中原长大，为我取名梅里布，是白狄话中智者的意思。母亲把我教成白狄唯一的谋士。父王刚病状，我兄长便一夜之间血洗王庭。他不觉得我这样瘦弱的人有什么威胁，所以我活下来了。所以你想要什么？我现在只想要赢下这盘棋。
怎么，不敢下了？现在那位白狄王专横残暴，不顾杀上位后的元气大伤，就准备扩张领地。若吴少送来的盐茶等物难以行军，只怕白狄会民不聊生。这都是您的功德，但若他不倒，这口气喘过来，还会继续征伐，到时大少也难独善其身。你想与大赵结盟，推翻暴君，但这诚意可不够。大赵凭什么帮你？连意图谋反都告知公主，不算诚恳吗？白狄为北方诸国之首，若能得大赵相助，待我登上王位，商税互贸的好处不计其数，孰轻孰重，公主当明了于心。想要永远有一条能稳定掌握权力的纽带，姻亲确实是最便捷而有力的方法。公主身上的弑君预言之事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大茂皇帝虽今时把你当做一把利剑，便一定会防着剑刺伤自己。譬如现在，许您官服上朝，却并无官帽，您聪慧无双，岂会参不透其中用意？中原的礼法与猜忌，迟早会成为困死您的枷锁。白狄虽有新王继后的传统，但没力不以性命向神灵起誓。只要公主肯去白狄，我会护公主周全，给您最大限度的自由。在中原给不了您的天地，白狄给您。留在母国，成为100年后遭人唾弃的弑君者，还是草原上最伟大的传奇王后？您想要成为哪一个？这局棋，你一定会输的。弑君力敌，尚有生路。公主不必置气，在寿宴结束之前，您尽可考虑。我会在行宫等着您的答复。本宫没有同你置气的必要。大赵会同意联姻，嫁过去一位公主，但不会是我。公主常为对女子的不公发声，现在将一国公主的联姻之责外包给他人，不合情理吧？你不必讲这些，把我架起来。我也不是随便抓一个贵女就封公主嫁过去，总要找一个愿意且能为两国寄千秋力的人。此局输赢不在一时，你我静待便是。陛下给了官帽的，是我没有戴，我就是要带着公主的朝冠站在朝堂上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女子，是出生就被预言弑君的公主。现在的人怎么想我无所谓，我有自己的路，绝不会是世人定好的哪一条。我要让100年后的人都知道，公主的珠冠也能承载社稷江山。如何？你眉毛拧得这样紧，一点都不俊了。殿下还有心洒下打去微臣，那白狄王子的要求，难道没有余地吗？还没到那个地步，别担心。宴会的事交给你，我今夜便去找陛下。微臣遵命。梅里布怎么说？你如何想？他说的对，白狄王是一头随时会发疯的狼，他在位一日，便有一日天下大乱的风险。但这个合盟的度太难掌握，稍有不慎便引火葬身。太子也非善于深谋远虑之人，要铺一条更长的路，才能保100年无恙。这1年时间，你成长得很快。你有想法了？不过2、3成把握罢了。但老实说，我命很好，瞌睡了总会有人递枕头的。陛下，
白狄求娶公主，乃是两国交好之契机。朝中唯有柔家公主年龄相配，此乃天意呀！是啊，陛下。公主若能远嫁和亲，不仅能免除边境战祸，更能破那市井间的无稽之言，此乃两全其美之策。我既站在这儿了，便是大招的朝廷命官，世上岂有拿官员去和亲的道理？诸位大人熟读圣贤书，难道只学会了出卖同僚来求苟安吗？此事在议，退朝。柔家，你留一下。长姐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倩幽无颜面对皇祖父，倩幽有罪。令仪尽数查过了，你手上清白的很。起来吧，朕早已下令，楚王一案不累及无辜子女。为人子女，我不能及时发现劝诫父亲，是我之过。作为长姐，让最小的妹妹令仪遭了这样的祸事，更让我羞愧难当。不怪长姐，她若是个听劝的人，何至有今日？既无嫌隙，你们姐妹便在这儿好好说说话。皇祖父，楚王让你来替我和亲，以此为交换，对他网开一面是吧？你算到了。皇家的适龄女儿中，能白狄和亲的，只余你我。陛下对我之重视，绝不可能放手。楚王想翻身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我嫁出去后，他自有方法重回朝廷。要么我成了这份情，就得让他3分。我当是皇祖父心疼你，才派人领我来。原来你早就算定了，等我入瓮呢。我有一个让你彻底摆脱你父亲的机会。不就是和亲？留在这里是虎穴，嫁去白狄是狼窝，有什么分别？若我说能让你自由呢？我们要与白狄建立盟约，需要一个足够聪明的内应。事成之后，你就彻底自由了。长姐，又是几位兄长与我起了口角，向我丢泥团，是你用自己的衣裙为我挡下，回去还被楚王妃责骂无贵女风范。崇贤馆的夫子说过，皇孙辈中属你最为聪运，但楚王却没有让你多读几年书。你父母轻看你，因为你是女儿，最大的价值就是用姻亲为两家带来利益。但我知道你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要成此计，所需时间极长，能联系的机会寥寥无几。去和亲之人，要有极强的谋略与应变能力。满朝贵女，你是最合适的。我答应了你，便要将我父亲放出来，你可愿意？这是我同你谈的生意，与他无关。只要有我活着一天，楚王就永远别想翻身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柔家公主，您最终还是想通了。只要您点头，白狄的王后之位永远为您留着。这位便是将要联姻的公主，我的长姐。事关两国千秋万代，柔家公主可当真考虑清楚了，拿一个不受宠的王爷之女来糊弄我。
殿下，别急着动怒，听完我的话，你自会明白这其中的价值。您觉得要把现在的白狄王拉下马，都需要什么？若嫁过去的是我，朝中只有陛下有能力应承此计。但陛下年纪大了，还能在位多少时日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您抬举我，觉得非我不能成。可若到时大辽的新君难堪大任，我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孤立无援，胜算又有几成？我长姐她有这个能力，白狄有她，大韶有我，你我强强联手，便稳操胜券。这局棋，我一定能赢。你也知道，这就说明离你的弑君预言越来越近，你留下便是为鱼肉。等到了白狄，至少你能活命。没礼部殿下，你觉得人跑到哪里能躲过命运？我父亲本是最有望入主东宫的皇子，他舍弃全权带我躲到潭州，可我最终还是回来了。所谓的弑君预言，无论实现与否，我都不会再逃。哪怕命运结出的果会把我砸得粉身碎骨，我也至少无憾地过完了这一生。来日到地下，也无愧于所有人。这局棋输赢如何，我拭目以待。今日借此佳节，朕有一道旨意宣布：白狄遣使求娶我朝公主，为结两国秦晋之好，朕决定恩准和亲。终于要把这尊瘟神送走了。特封楚王长女顾倩衍为和硕公主，择日和亲白狄。他在这儿站了多久了？回公主殿下，陛下叫谢大人知道错了再过去，可谢大人愣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了快2个时辰，送水他也不喝，问话他也不答。端杯茶来。本宫让你喝。坐。怎么，要本宫仰着头跟你说话吗？皇祖父说，你拒绝了我的请赏，放着迹象门生入主6部的大好先成不要，执意要调任苦寒的边境。公主，和亲之人，真的是您吗？是也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在边境任职，能为您出一份力。先前您态度决绝，绝不接受和亲，以陛下对您的看重，也断不会选择您去和亲。如今宫中如此反常，定是您有其他惊天谋划。臣自愿为马前卒，赴边境听候差遣，任您驱驰。琼林宴那天，你也是这样，说愿为我所用，九死不悔。若说为了权势富贵，我已向陛下为你请赏。迹象觉得你是可塑之才，有意收你做学生。荆轲新晋之人中，你这般仕途已是旁人望尘莫及。可你偏要自请调任边疆，就为了等着一个不知真假、随时可能掉脑袋的谋划。你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？别再说什么所谓的恩情，为了天下公平，我要听实话。好，你有难处，
我不逼你。但我顾令仪的身边不需要用心不明的人，以后朝堂之上我们公事公办，你也不必再煞费捆心的为我做什么。公主，我幼时见过段王和王妃，我是通阳县人。那年通阳起义病，我们一家人像牲口一样被赶到了潭州，我爹娘没挺住，是端王妃怜悯我年幼，将我调到离她最近的帐子里，对我多加照拂。那时候，段王夫妇至少拿出一张画像来看。有一次我帮着熬药，王妃见我好奇，告诉我，画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她的女儿。后来除去了疫病，姑姑把我接到了七云镇，很辛苦的把我养大。那年您亲自到七云镇抗洪灾，说要找这里管事的，当时我就在人群里，一眼就认出您来了。公主，我见过您的父母为了百姓四处奔走，我也亲眼见过您堂堂金枝玉叶，在泥水里和百姓一起抡野锹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世上顶好的人，我痛恨朝堂上那些荒唐的预言，痛恨那些酸腐文臣对您的非议。我想要帮您，哪怕只能站在朝堂上替您说一句话，做您脚下的一块垫脚石，做您手里的一把杀人利刃，做什么都好，只要能为您所用，只要能成就您的帝王霸业，臣哪怕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我不只是为了这2次的恩情，您胸中的抱负和图谋天下的野心，我都明白。不管是作为您手下的臣子，还是作为大赵的普通百姓，我都深深的敬佩你，崇拜你。是能为明主而死，是臣毕生的荣幸。恳请您允许臣的追随。臣起誓，永远都不会背叛您，也绝不对您有任何欺瞒。我看过你在吏部的户籍档案，上面并未提过通阳县半个字。姑姑当年担心留有后患，将我过继西夏，托关系花重金改掉了通阳的出身。这半年入仕，我已为姑姑一家置办了房产现银，再无任何牵挂。若我来日敢对您不利，您便可以我户籍作假一事为把柄，随时治我的欺君之罪。本宫还是第一次看见上赶着给人送把柄的。做我手里的刀，你现在的本事还不够格。待忙完了和亲的差事，你去蜀中任职2年。楚王妃的母家在那边势力盘根错节，要连根拔起，得费一番真功夫。待你办成这件漂亮事儿，攒够了实教，也就够资格回朝中任个要职了。臣听凭公主调遣。我说你费尽心机为他请赏，他怎么什么都不要，只一个劲儿地问我要和亲的那个人是不是你？我不过假意认下，他便急得要死，非要请调边疆去保护你。我怎么吓唬他，他都不肯松口。这般有能力又对你死心塌地的新人，我是很满意的。灵仪，你怎么想？至少现在，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那双真诚的眼睛。殿下保重，大明未来的安宁，就全仰仗殿下筹谋了。长姐，万事小心，一路平安。
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大长公主府急报！殿下，长公主不成了。太医说挨不过金患了。陈总管，速去通报陛下，我先过去。顾祖母，令仪，往后你要自在、开心些，别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给累垮了。顾祖母，您等等我，我去叫人。别去了，我不过还有这几些好活，见他也没什么用了。他不行了，太医说他熬不过今夜。你当真如此铁石心肠，不去看看他吗？他不愿见我。我以前问过姑祖母，她堂堂天家公主，学过插花之道，为何要将雌花宝在瓷瓶里，如此不合理智？姑祖母当时骗我，说只是觉得好看买下来了，不摆着可惜。前些时日礼部修撰史书，拿给我过目，书中记载，数百年前中原之地的古国极其崇尚莲花，衣饰器器无不雕饰莲花图腾。老师，那个早已覆灭的古国就是你的母国，对吗？这花是你送给他的。他不想见你，并非是恨你到了师生不见的地步。当年你们绝交，他将来哪怕想起来，也不过是有些懊恼罢了。但若他在这临死之际见了你，你漫长的余生就要抱着这份死别的憾恨过千百年。他只是不想让你痛苦。你活得这样久，为了让自己长生不老不受痛苦，你舍弃了所有的七情六欲，但现在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你愿意为了他再当一回有血有肉的凡人去痛一次吗？都退下。你不是不见我吗？50年前不见，20年前不见，来教那孩子时也不见，现在我要死了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。你怎么一点儿也没变？只有我变得这么老，只有我。没有，你还是很好看，跟20岁一样。我的阿昭永远最好看。这仿佛并不是生死话别，只是一场迟到了50年的有情人间的低语呢喃。
一世，你又是何苦？我要闭关了，你有事只管来找我。这苦痛沉重绵长，便是活了300年的仙骨也难抗。公主殿下，您下江南茶睡这大半年，可算回来了。陛下正在里面议事，让您在院中稍后片刻。知道了，我在此处等候便是。什么时候调回来的？回公主，在您下江南的第2个月。这颜色倒衬你。27岁便官至3品尚书，年少有为啊，谢大人。全仰赖公主提携，老师栽培，臣不敢居功。公主将兜帽戴上吧，风大，着凉了晚间易头疼的。帮我别在发髻上，会吗？臣试试。公主，您进来等吧。哟，这外头冷的，把谢大人脸都放伤了，通红一片呐。臣先进去了。阿姨呀，过了这个年，朕就比你姑祖母当年走的时候还要大了。皇祖父会长命百岁，开创万世太平。天命难违呀。今年春季事关国本，礼部必须准备妥当，朕要亲自。父皇，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父皇如何了？年前不是说身体康健，并无异状吗？怎会突然昏倒如此严重？殿下小声些，别惊动了外头那些伸长脖子探听虚实的朝臣。总得让姑知道父皇到底怎么了。大伯，您是太子，现在最要紧的是由您出面去安抚群臣，就说陛下暂无大碍，只需卧床调养，莫要自乱阵脚。我虽得陛下心疼，但在外头还是得靠您这位名正言顺的储君来立威，稳住大局。你说的对，姑这就去。师伯，您跟我说实话，陛下这病还有多少时日？殿下，陛下脑中长了瘤，至多到下个年关，能否熬过去，也说不准。朕这病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您脑中生了瘤，若压迫要紧之处，恐不良于行，影响神智。竟是如此。据朕神志不清，还有多久？若心态平稳，药效正常，应当还有半年。
足够朕安排身后事了。太子，临到眼前的春季祭祖大典，你带朕去。父皇病重，儿臣怎能离开榻前尽孝？国本不可废，你且去，令仪留下，监理朝政。父皇啊，儿臣知道错了，儿臣不该贪墨，不该惹您生气，儿臣现在只想在床前尽孝啊！他到底改没改？连我都觉得恶心，更别提将帝王心术玩了一辈子的皇祖父，又怎会信他这几滴鳄鱼眼泪？公主脸色不佳，可是近日过于劳累。是啊，累，跟大伯演，跟二伯演，还得跟外面那群老狐狸演，一刻也不得闲。放心，这里都是自己人。公主监国，人不在朝上，太子私下有许多决断，想必都未告知您。这是这几日太子拉拢的官员名单和批阅的奏折副本。他打算一步步架空我，等皇祖父一去，便拿我立威，稳坐江山。大半辈子都等了，还差这几天吗？真是愚蠢至极。殿下不必忧心，前朝永远有臣做您的眼睛。好，给我死死盯住东宫，无论大小，务必相继。谢卿少年英才，陛下也极为看好你。前朝的年轻人们出于此变，难免浮躁。臣定当稳住前朝人心，不负陛下与公主重托。前朝心思各异，要一个正统的新帝才能稳坐。若有动荡，便以柔家之见为准。两位爱卿是中流砥柱，要撑稳这根梁。臣谨遵圣谕，九死不悔。混账东西！你那是什么排场？你当朕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皇祖父在里面发这么大火？陛下叫我们都出来，正训斥太子殿下呢。方才比现在声音都大，还摔了个上好的汝窑茶杯。你们都出来了，屋里没有其他人伺候。公主放心，暗处留着有身手的人呢。你去偏殿等着，别去触眉头。你大伯阳奉阴违，许多正事都不告知你协理，办了些蠢事不说，竟还为之自有天子仪仗。他瞒着我前朝的事儿不是一两日了，您怎么发这么大火？他真是糊涂至极。日后若他成大统，何以服众？我罚他禁足思过几日。至于政务，你先替他处理着。您别说这种话，大伯他只是操之过急，没什么大逆不道的心思。我不吃这甜的了。我大限将至，他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放得下心啊？若实在不行，这江山托付给你，我才闭得上眼。怎么回事？天怎么亮了？殿下，不好了！东宫的方向起了大火，火光冲天啊！起火缘由查清了吗？太子可有恙？探不到消息，外面有大批禁军围着宫门，说是叛贼尚未抓到，警告咱们未央宫的人不许乱走半步。禁军训练有素，
虎啸君随时待命，区一个毛贼，何须包围未央宫？这是借刀杀人。去正殿，守在皇祖父身边。来者不善，这不只是一场火。多日不见，父皇可还安好？混账东西！让你反省思过，你竟做出如此倒行逆道之举！父皇，别太气急了。倘若气倒了，谁来写让位陈书呢？儿臣可不想落个得位不正的千古骂名。大伯，你别一时糊涂，铸成大错。别急呀，好侄女。这天大的功劳，怎么少不了你？今夜是柔家公主意图篡位，先命人火烧东宫，又包围未央宫，逼陛下让位。楚君大难不死，领兵救驾。可惜柔家公主见大势已去，便与陛下同归于尽。陛下归天前留下诏书，命楚君陵前即位。如何？这戏本写的可好？父皇，你这么不满意我，为什么立我当太子？我勤恳用功，把您的每一句教导都奉为该列。为稳固朝堂，我每一个儿女的婚姻都不由自主，他们都恨我。可你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让顾令仪这个黄毛丫头跟我平起平坐？你把她接回来，让国师亲自教，赐她官服，让她上殿议政。你忘了，她出生那天，国师就说过，他会杀了你的。栽培令仪是因论运筹帷幄、权谋心术、处事品行，你都不如他。但你是大庙的皇长子，天下最名正言顺的储君，他能留下来帮你，我才闭得上眼。虚情假意，我回不了头了，你才告诉我这些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大伯，你疯了！姑姑一个受过重伤的老女人，能教你的也不过这些花拳绣腿。好侄女儿，现在抬起手，捡起剑，指着他。我现在动手，你没有上位诏书，一样是得位不正。你弑君，我再杀你，也是一段佳话。顾令仪，这是你的命。国师预言你要弑君，你还想怎么躲？现在停手，还能回头？别再这样看我了，父皇！你我父子能有今天，都是你逼的！动手，快动手！你亲手杀了他！我要让他看着他最器重的孙女是怎么杀了他的！就是现在。贱人！
逆王现已伏法，缴械投降者可从轻发落，执迷不悟者当斩立决。殿下，老臣。伤口如何？还痛不痛？幸好还有他。这是父亲留在偏都内乡遗物里的。或许冥冥之中，父亲和母亲真的在保佑我。太子逼宫，意图篡位。柔嘉公主降服逆王于驾前，护驾有功，其德才兼备，品行高洁，特立为国之储君。臣领旨谢恩。怎么回事？今日怎发这么大脾气？大伯逼宫的事，有人走漏风声了。陛下今日失禁了，他受不了这等难堪，发了好大一通火，现在连饭都不肯吃。姑祖母去世依旧体面，如今见皇祖父挣扎病榻，我才惊觉，人的衰老竟是如此残酷且剥夺尊严的可怕之事。把饭菜端来，我来喂。你给句实话，皇祖父的身子到底还能撑多久？殿下恕罪，陛下如今半身不遂，连手都握不住东西，照此下去，不过只有2、3月光景了。祖父，您怎么？灵仪，推朕去上朝。太医说您推朕去。不必了，朕就这么坐着。今日，朕重申纲常要药，民生社稷为第一要务，百官任用须心中有数，往来邦交务必平衡得当。宣太医令上殿。朕缠绵病榻2月余，近日半身不摄，病痛难忍。今交代众卿身后大事，望诸位齐心协力，辅佐储君。臣等万死不辞。朕如今行动不能自主，不愿再郁于方寸空看山河，特请太医令上殿配一副药，让朕走得舒服些。陛下不可！陛下如今难以自行进药，此等毒药若由他人小注，岂非形同弑君？臣等敬爱陛下，宁死不愿行此等大逆不道之事。谢大人说的有理啊！陛下3思，朕等万死，绝不敢行此等弑君之举。老奴也不敢行此等事啊！陛下开恩。这一眼将沉寂了25年的宿命彻底唤醒。儿时我曾问他宿命，如今他却在求我践行那个弑君的预言。他在龙椅上坐了40余年，本该流芳百代，如今却被病痛苦于方寸，夜夜难眠，连求个痛快都要哀求旁人。我来送你。
殿下三思，此乃千古骂名啊！去做药，半个时辰内我上来。微臣遵旨。令仪，今日这天真蓝，你祖母生前最喜那几株牡丹，推我过去看看。我若空手去见她，她定是要盘问我的。好，孙女这就推您去。灵仪，去摘一朵牡丹给我。这朵花随我一同下葬吧，带给你祖母。她等了我这么多年，肯定是要怨我的。直到此刻亲手搀扶，我才发觉他龙袍下的身躯竟已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鳞骨，轻得像一片枯叶。我做了41年皇帝，没有什么名垂青史的惊天功绩，也不曾造下口诛笔伐的罪业。要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儿，就是培养了你。是你以身作则，教导得好。你出生时就那么一丁点儿大，像一团软泥捏的。国师断言你会杀了我，我也曾提心吊胆过。25年了，这一天居然才来。我如今回首看去，有遗憾也有庆幸，但很多事都记不大清了，很多人的脸也模糊了。皇姐，你祖母，你父亲，我都快想不起他们的声音了。曾经我也怕死，可真到了这一刻，我竟有些期待再见到他们。有许多以前没来得及说的话，终于能痛痛快快地说一场了。您别这么说，他们肯定也一直念着您。我要做命运的刽子手，手就绝不能抖。我早就没有味觉了，刚才却觉得这药又苦又酸。我要走了，令仪，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，必不负您的厚望。您放心去。陛下驾崩！预言兑现了，他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托举。从今往后，这大庙的天下由我来扛。大典吊珠，不吉之兆啊！慌什么？把朕的公主朝冠拿来。从前那个被预言弑君的婴孩，今日便要做大庙第一个女帝。她
本来就该在这里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真不敢相信，这竟是贵女屌饭的长姐亲自抡铁打出来的。邱公公，你跟着皇祖父多少年了？回陛下，老奴16岁被拨到先皇身边，至今43年。辛苦你这把老骨头了。老奴明年便到花甲，老眼昏花，伺候不了陛下几年了。等为您安排妥当，我要离宫养老去了。陛下还有什么吩咐？谢清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臣对陛下的忠心，天地可见，知无不言。那朕要治你一个欺君之罪呢？臣已领罪，只求陛下宽限些时日，寻臣将眼下之事安排妥当。那些话是他让你说的。先皇用心良苦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立您为储君之后，先皇密召臣于未央宫。先皇说，此事他信不过旁人，也无人感应。你曾说，永远不会对我有所欺瞒。是，只要是真正为您好的事，我粉身碎骨也愿意去做，哪怕您会因此恨我。滚出去！原来从一开始，皇祖父就为我铺好了所有的路。栾启3年，帝纳谢家颂为皇夫。陛下太操劳了。真要心疼我，以后女儿的功课都由你来教。昨天我教了她2个时辰，她还认为2+2等于6。还笑。那您今日便出去散散心，晚些回来，奏折和女儿都有我呢。今天是清明，我去皇陵祭奠姑祖母和祖父。陛下安。陛下，愿去天玄阁喝杯茶吗？岂有不去之理？朕还从未去过你那观测星象的天玄阁。公主如今怎么样？好着呢，聪明得很。再大一点，也送来山上给你当学生。你曾说，若有意义的人故去，便会在山上种一棵与那人品行相符的树。人生100年，树能万载千年。以后我死了，就在这里种一棵桃树。陛下能活100岁，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。你不是从来不言寿数吗？对凡人自当不言，常人知晓寿数，便以为亏得天机，形状皆异。但陛下非寻常命格，不论知道什么，都不会改变本性与谋划。朕也无妨。自我登基之后，您便不再现世，但我有个问题，困扰了半生，一直都想问你。当了他7年学生，
我知道，这便是一种默许。以您之能，一定早就知道那所谓的弑君并非骨肉相残。那为什么要在朕出生之时，当着文武百官和皇亲的面，残忍地说出那句弑君的预言？我曾同你说过，命运是一颗种子，人无论怎样祈祷，也只能结出注定的果实。我说出那句预言，才能埋下了那颗种子。正因你和先帝都是一样的人，才能结出如今天下丰乐的果实，视为因果有报。那我的苦难呢？一颗种子想要长成参天之树，要悉心照料，驱虫施肥，修剪枝叶。因为我的预言，你少时欲流言冷眼，我倾囊相授以作比偿，也算得圆满。帝王雷冕上正缺你这一颗明珠。我因为预言遭受的白眼，可不是你教几年课就能补偿的。更何况这7年对你来，不过是弹指一挥。我真是欠了你们老顾家的。我女儿现在缺一个好老师，您在这山上憋太久了，该下去走走了。这茶还有吗？再给我拿点儿。国师，这是朕的命令。这么夜了，就不要看了，伤眼睛的。告诉娘，为什么哭了呀？我好笨，大家都说娘很聪明很厉害，我什么都学不会。我不想给娘丢人，我不想给娘丢人。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知道了一些关于以后的事，过得极其不快乐，每天都活在恐惧里。所以娘不希望你有多厉害多聪明，你快乐就好。你的脑袋还小小的，装不下这么多学问，学不会的明天再学就是了。娘教不会还有爹，爹教不会，我就下旨把山上那个最厉害的神仙绑来教你。那要是用到我的那天，我还没学会呢。大抵是宫里的人乱嚼舌根，说他是唯一的血脉，大庙将来的指望，给了这孩子太大的压力。水滴石穿，非一日之功，一口气吃不成胖子。我们一点一点来，娘会握着你的手，扶着你，慢慢往前走。那些曾扶着我走过至暗时刻的手，一双双都撤走了，但我会记得他们教过我的一切，继续向前跑，像万千河流终汇东海。我会在终点重新握住他们的手。女帝令仪，信性坚韧，谋略过人，在位43年，无外敌侵扰，内政清民，风调雨顺，开创大苗100年安康之盛世。鸾启43年，禅位于长女顾妙彤，垂帘听政，时年68岁。景熙15年，享年100岁01，寿终正寝，谥浩文。